一张图怎么从2个不同方向来改？整个视频将会围绕这2张改图进行光影方面的讲解。你看哈，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这个不同的画风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的画风的话是什么哈？是光的分割，我比固有色要更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会画成这个样子？本质上是因为你觉得你把固有色放在光影分割之前了，实际上把这个曲线一拉就可以感受到，稍微拉一拉。你看它这个地方基本上只剩下光跟影了，但是你的这个固有色区分还很明显，没有说哪种谁好谁弱哈，但是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我始终觉得这个光影分割就是比固有色要更重要。第一个是你有点灰，但是其实它不是不能做。如果说你想去做固有色的话，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对比度就是要把它做全面一点。你看见没有？改成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就突然感觉它观感上好像比之前要好一点，你会觉得它更偏平面性一点了，就是有光影，但是光影只是为了丰富它体块，就是各个色块之间的一点修饰，你知道吗？为了增加细节，或者说你给它提供一个整体的调子。但这种效果它其实什么很平面。那你后续比方说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你再去细化的话，按照平面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这个修饰。让我去做一些这种效果啊。加强这个关于线的这个引导。其实你这张图可以用一点有质感的笔刷，用一些粗糙一点的笔刷，比如像这种稍微带点肌理的。然后勾线的一个笔刷也可以就选择什么有肌理一点的，可以先就是这种先铺个底啊。这张图给你就是演示2遍啊，2个不同方向，你看一下。这个你看我主要是根据它什么这个色块，就是相当于是每个色块这个边缘，它那个边缘有那种杂质啊，那种噪点啊，就是往外出溢散的那种感受。就是用不同程度的那个杂质这个笔刷去做，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是这个感受更细腻一些。这种就是用这种噪点去模拟一种就是往外晕的，就是像那种油墨往外晕的一点这种效果啊，感受一下。你看加了这个就是整个预处理了一下，你看这种效果。有质感一点的这个笔刷，我扩大一点吧，现在有点太小了。这里有一个小办法，就是说什么哈，可以画完之后再锐化一下子，会更有那种感受。你看这个勾线的笔刷，要选稍微的就是偏向于有点肌理一点的。这个笔刷其实就是你看录屏也可以看到，我就是选哪些老师的笔刷，你可以直接去他们淘宝店买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就是多去做这种线呢，做出这种线的这种效果，把它做精细了。可以多加一点排线这种修饰线条。而且你看哈，就是你做了肌理之后，它这个效果不是会相对来讲就是会比之前，因为这个肌理这个东西它压的暗了一点嘛，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拿一些什么亮一点的这个，你看颜色去提，是就会提的相对来讲就是更有层次感一些。其实你看这个我画的这些线，这种体积它就用管嘛，就是这个线它需要去做体积嘛，它其实在这里它就是一个什么修饰作用了，就你可以不用管它体积，就是用它来修饰就行，去创造更细的层级，去感受一下。线可以随意轻松一点啊，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很强的这种线的这种亮感在这里啊。我现在这个线的这个感受上还是比较粗一点的哈。你看它可以有一些就是违背光影的这个勾边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如果它这个效果合适的话，面部的这个走向都可以锐利一点啊。这个眼睛是个重头戏哈，这个东西是一定要给它搞很细的。先给它留着。我现在这个层级，你看这个层级是不是感觉比之前做的更细了？这还是单纯的就是说一个层级，它后边还可以继续做的更细啊，继续修啊。沙沙的这种笔刷，它通过这种排线的这个效果，然后呢继续给它做细啊，就是尤其是面部的这个层级，哎，给它去做细。在这个基础上，我没有去改变你原来的这个光影这个地方它处理哈，就是在后续给它去做质感。这个方式其实你自己完全可以去复刻的，因为并不涉及到基础上的就是不同。这个地方它其实这个效果很精细哈，就是你如果懒得画的话，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搬过来处理一下也行。但是这个是别人的照片啊，有别人的版权是吧？你自己平时闲的没事多拍一下这种啊。你像这种平时就可以自己去摄影哈，这个个人练习其实还好。但是个人练习的话，直接就是把对面的这个东西挪用过来也不太好。就是如果是画稿子的话，平时多去做一点类似于这种摄影效果。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可以直接像这样效果直接放到自己画面中，这种素材拿来用。像我现在就专门买了相机，就是放在画面中的，就真的很好用啊，就是去处理素材。而且如果是画稿子的话，其实你直接就是拿网图，单主肯定不乐意。但是如果这个素材是你自己就是摆自己拍，然后本身它这个地方已经经过你自己的创作的话，其实这种还算是比较好的。这种图做完之后还可以再加个排版，随便写个词儿放在这里，用个打字机的这个字体啊。
用这些方式稍微处理一下子啊，可以最后周围再去加一点点那种什么这种字周围再加一点这种印子的这种效果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焦点这个地方可能还欠缺一点，把这个人物这个地方再去注意拿更细的这个笔触再去做处理啊。像这个玻璃这个地方啊，反光什么东西哈，直接拿能找到最细的笔触去做就行了。但需要精致的这种效果啊。眼睛这个地方睫毛啊什么的，头发这些地方是吧？继续处理中，你看，感受一下整个这个对比一下。是不是做固有色？你看，其实你的对比层次跟之前不一样，你所有这个地方，你只是为了去丰富它这个色块而已，整个这个效果。那你如果是做光影的话，你看这个地方，要把这个人物抠一下啊，直接明度启动，取一下它这边的这个明度，直接上啊，大胆一点啊，该压黑压黑啊，后期可以提，给它这个整体调子。它背后其实这个地方，你看它反光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稍微擦一点点渐变。包括有透光的地方也是稍微擦一点点渐变哈，擦一点点，这个地方也是擦一点点，擦一点点，开始做这个亮部，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地方节奏很细哈，把这个细的这个效果做出来。画照片只能比原来做的更细，不能比原来做的更粗，因为你做细的话，就是那个布褶它其实很难达到超细，但是你的笔刷可以走到最细的，所以说你其实你完全就是说什么比原来走的更细啊。你看可以用排线这样去做点假细节啊，就显得这块啊好精致啊什么的。包括像这个地方，虽然它这个效果比较整，可不可以拿排线做点假细节呢？也可以是吧？它就是一种方式，就让这个地方处理更细。我这个它是一图层改画哈，所以其实你看，我会把底下固有色压住一部分，我只是单纯的画它这个光影的2分。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底下如果有固有色的话，其实你现在这个样子不会像我这个特别压住。包括你像我后边我会调整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的颜色，因为我要回归一下这个固有色。但是你自己有图层的话，你这个地方比方用正片体，它固有色它直接就什么就带出来了，所以不要完全的就是 copy 我改画的步骤，因为我是一图层改画，我没有图层的。整个它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你现在比方说进行到这一步，我怎么细化的话，我跟你说哈，套索细化，然后柔化边缘，很简单啊。这样子可以保证，其实你的这个渐变没有用乱啊，就是你就围绕它这块边缘，它一点点走就可以了。就是你这个套索这个形状，你自己确定不好的话，可以先打个这个草稿垫一下这个底啊。如果你看这个地方做的太强了哈，阿尔法锁定再印一下，整体的这块再这样子带一带，削弱一下。哎，再辅助一些笔触啊，用套索细化它是最干净利落的。我合并了哈，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后续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套索上，就是继续的这样子。就是用这个细化，然后呢，可能就辅助一下，通过这个地方你去不停的去画某个块，它其实就跟套索是一样的道理，去进行这个块状的这个刻画，然后再辅助喷枪的这种柔化呀。注意它这个喷枪，你去柔化一定是什么？柔化边缘，不要很大笔触这么抹啊，就是对这个边缘这个地方你去进行一点点的围绕这个边缘去进行。整个的话就是这个后续的一些细化，也就是说什么，不停的去做落差了。比方头发这块可不可以做落差？可以吧？包括像那个眼镜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做落差？也可以吧？这样子就是你用这种方法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保证眉眼交线这个地方是最黑的，它整体这个对比度其实很往上去提，对吧？然后我比方说做完这个，像做这种效果，我还会什么？就是我还会加一点泛光，这种让它尺寸这种大一点，整个它会更有一些发光感，而且也会显得什么更柔和一些。如果是这种很微妙的渐变，那就用什么大笔触。哎，整个看一下这2种方向上的区别，那这个效果就可能就什么更偏向原图，更写实一样。我感觉其实你很不敢做重啊，这张图我又在你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改哈。我们来看哈，我光调曲线哈，我光调曲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效果。这个是直接是什么？把它这个对比做强哈，然后这块是什么？你需要做暗，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需要亮部更暗一点点哈。手部这个对比它需要什么？它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个反光，就是说它这个手部这个面要冲着反光，所以这个地方它需要什么？暗部需要对比更强一点。包括这个地方哈。所以其实你如果就是画画之后你想要纠正自己，可以直接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多拉几遍曲线哈。你看它这个对比层次是不是就有点就是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再调一遍。就是你调这个过程，你完全可以什么眯着眼睛调。你看我这个就是一笔没动哈，光是调整它这个对比模式。所以实际上，其实你画的时候不停的去自检啊，就是它这个对比到底怎么样。我其实完全没有去给你丰富或者修改，只是就是说不停的对比。而且实际上你会发现这张图它其实是有目的的，就是它的这个对比确保焦点这个地方最亮，然后呢。整个它是一个朝这里的一个趋势，因为它主体人物也是这样子走的一个趋势，它其实是这种一种对冲的这个趋势，然后所以它其实这个对比关系也是一个对冲之势，你会感觉这个地方它对比是压的就是最重，而且同时整个也是最深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你在画的时候，这个地方像这种单独的这个对比这些地方，你要明白它对比也是有一个倾向和一个走向的，你原来就是没有去注意一个整体的对比的走向，你只是单纯的就是关注每个色块之间它这个褶皱到底是个什么形状了，你完全没有去注意它这个对比的这个流动性，回去之后呢，多改改自己的练习，多注意一下，就是你完全可以不改其他任何的东西，你光是改这个部分，一些亮部这个地方，对比再加强一下，为什么它靠近焦点对比强一些？它这个细节不太就是没做到位哈。回去练一下自己这个细节，这个地方我都不用看画面，我直接默写啊，因为其实本质上这个地方细节到底长什么样不重要，而是我这个地方我需要一个细节的这个疏密层次，你这个疏密层次没给到位，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简单，你看很方便，就是它不需要你盯着画面，直接就是加一点点就行，你用这种排线什么的，就感觉它这个地方很细了。头发这个地方其实细节这个对比也很重要。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去做这个光影，对吧？就是你把这些地方忽略了，但是就我改作业嘛，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就是所有同学他到底不会，还是说这个地方他就是故意忽略了。所以其实像这种我反复强调的点，我希望作业中还是都能看到啊。这些地方该做细，这个地方去做重点。为什么？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顶出的鼓点，这个地方，而且它又是什么前景，它是一个具有体积和就是前后力量的这样子一个层次放在这，那你就要通过这个边缘把这个层次给它强调一下。然后这个边缘这个地方稍微的接一点点小过渡，你看这样子处理有没有觉得它这个地方突然就顶出去了，存在感很强。一些小心机啊，底下这个地方也可以是稍微勾一下，但是不要勾的像它这么重啊，因为底下这个地方毕竟它处于暗部嘛，亮实暗虚，这也是稍微做一下子。你看做了之后呢，做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它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尤其是它这个暗部跟这个阴影它划在一起的，你尤其是要把这个边缘阴影给它做出来，你一做你就感觉它这个地方有体积感了，它落在了实处了，这个地方暗部跟阴影是不是划在一起？这个你说勾线什么时候需要勾呢？就这些地方要勾，一勾你就感觉它这个就是什么突出出来了，体感就做到了。如果没有判断的话，你就直接是体块的边缘，你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也可以。实在判断不了的话，其实体块的边缘，尤其是一些就是说前景，它跟后景有这个遮挡关系，就是可能前部这个东西凸起隆起，它把后边的这个东西挡住了。这种沙发这个地方可以省略，为什么呀？边角料、边角处画的糊一点都没关系。来对比一下子，基本上没太改，就是改了一下你的对比关系。